为了阻止解放军突破岛链封锁，美国制定了关岛防御计划。这个计划可行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声 Talk。相信经常关注军事新闻的朋友们都知道，美国的三大岛链是美军企图拦在中国面前的三道枷锁，尤其是第一岛链是美国精心打造的用来制压中国的筹码。不过，解放军在佩洛西窜台之后开启的锁台军演突破了第一岛链，自此呢，美国就开始担心封锁中国的三大岛链不够坚固，并且开始积极想办法进行加固。第二岛链的重要性呢，也日益凸显出来了。我们今天就来讲讲美国为何自己曝光它的关岛防御计划。近日呢，美方首次披露了它的关岛防御计划。美军准备在关岛建立一个综合防空反导体系，甚至还将成立一个独立的机构来评估五角大楼对这一计划的实施程度。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美军不久前发布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又给他自己的这一行动找了一个老掉牙的借口，就是要保护关岛免受所谓的中国导弹袭击。美国之所以要在关岛建立防御体系，这和第二岛链一直以来的属性有很大关系。前面我们讲过，解放军锁台军演实际上突破了美国的第一岛链限制，也就是意味着美军的第一岛链已经有名无实了。于是呢，遏制中国的战略前线就转移到了第二岛链上。这一点从美国不断增加在澳大利亚的军事部署就能看出一斑。美国计划在澳大利亚北部的空军基地部署6架可携带核弹的轰炸机，或者是增加在澳大利亚的海陆空部队的军事轮换。不过这第二岛链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防御力量远远不够。毕竟在美国的原有计划中美军整个西太兵力总共也就10几万人，主要兵力呢都部署在第一岛链，而第二岛链的核心支援意义更大。现在为了防止第二岛链直接面临解放军的中远程导弹攻击，美军就不得不准备对其进行加固了。而如何加固呢？美国导弹防御局给出了答案。关岛未来的导弹防御系统将由美国海军的标准3和标准6系统，以及美国陆军的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系统组成。之所以要按照这个标准构建关岛的防御体系，是因为标准3和萨德系统可以拦截中远程弹道导弹，而标准6和爱国者2呢，适合应对巡航导弹的袭击。如此一来呢，就可以打造一个全方位的防空反导体系。分析认为，美方给出的这个加固防御计划并非真的可行。其一，美军在关岛建设了许多军事设施，例如安德森空军基地以及阿普拉港，很难再找到足够的空地部署大型的反导雷达，即便有，其地理位置是否合适也是非常关键的。其二，美军曾考虑将退役的提康德罗加巡洋舰部署到关岛附近海域，用该舰来发射标准3和标准6导弹，但是呢，由于该舰型号老旧，恐怕难当大任。第三，美军曾经传出要整合爱国者和萨德2种反导系统失败的消息。以上这3点就足以说明，美军在关岛建立防御体系的计划实际上面临着诸多技术难题。其实无论美军该计划最终能否落实，中国都有丝毫不惧的底气。原因很简单，中国海军用了不到15年的时间，就正式迈入3航母时代，建设了一支可在亚太地区制衡美军的强大海军力量。中国空军呢，也有诸如歼10、歼20等战机，作为我们空中力量的定海神针。此外，最近解放军海军辽宁舰带领豪华舰队潜伏到冲绳和关岛连线的终点进行演习，其中据说密集起降了180架次歼15战斗机，期间还有轰6携带着高超音速导弹前除西太巡航。这些信号都是在向美军展示了解放军的攻击实力，证明了中国军事实力正在不断提升。虽然从整体来看，中美军事力量仍有一段差距，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在西太已经失去了针对中国的军事优势。加上我们抵死决战的坚强意志和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祖国利益的决心，这应该能够让美国在对中国要动歪脑筋之前，担忧能否承受必然的损失。好，各位网友，
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